太空中发现了水的踪迹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那么是在哪里发现的踪迹呢？据说是在木星的卫星上。那么木星卫星里的哪一颗发现了水的踪迹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河宇宙频道，和我一起探讨神秘浩瀚的宇宙面纱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木星卫星，看一看到底是木星中的哪一颗卫星。据资料显示，目前木星不但拥有众多数量的卫星，同时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。木星有79颗已知的卫星，它最大的卫星木卫三是太阳系的第9大天体。事实上，它的直径比水星的要大很多很多，所以如果它没有被吸进木星的轨道，它也有可能会是我们的星球。木星的4颗较大卫星也叫伽利略卫星，从内向外排列依次为木卫一、木卫二、木卫三、木卫四，它们与木星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太阳系。木卫一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一颗卫星，这是一颗色彩斑斓的星球，原因在于木卫一是太阳系中火山活动最为活跃的星球，上面到处布满了喷发的火山、熔岩湖以及厚厚的硫磺。木卫二是距离木星第2近的卫星，科学家们认为那里厚厚的冰层下面有一个深入100公里的海洋，木卫二的海洋中有可能存在着生命。探测器的探测发现，木卫二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，它的表面被厚达几十公里的冰层覆盖，而在厚厚的冰层之下呢，有可能是深达上百公里的海洋。一个小小的木卫二的储水量比地球的水还要多。科学家们认为，在木卫二的冰下海洋中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。那么木卫二的冰下海洋深达上百公里，那这可比地球上的海洋深度大多了。地球上海洋深度最深处也不过才1万多米，那么如此深的水，那水压必然是非常的大，生命能够在里面生存吗？其实这并不算什么，要知道在我们的眼里，海洋随着深度的增加，那压力超乎我们的想象，认为不可能会有生命的存在。但是生命就是在不断创造奇迹。曾经很多人也认为地球1万米以下的深海中不可能存在生命，但事实上地球的深海中也有不少的生物存在，它们完全无惧深海中的强压力，这也许就是进化之力，适者生存。同样的道理，木卫二的上百公里海洋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不怕超强压力的生物，它们可能早已进化适应了这种强水压的环境。然而生物的生存需要氧气，木卫二的冰下海洋无法进行光合作用，那氧气如何而来呢？在我们的认知里，氧气的来源就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来的。但是深海中没有光照，没有光合作用就不会有氧气的产生。但事实上，你们知道吗？地球1万多米的深海中，光照无法到达，但是这里却从不缺氧。至少深海中的氧气到底是如何而来的？目前科学家们也没有肯定的答案。地球的深海可以产生氧气，那么木卫二的冰下海洋虽然没有光照，没有光合作用，但是可能也并不缺少氧气。然而木卫二的冰下海洋中如果存在着生命，它们发展到了哪一种程度呢？是否也像我们人类一样诞生了智慧？但是智慧生命和没有智慧的生命完全是2个概念。不过科学家们认为，虽然木卫二的地下海洋存在着生命的可能性非常大，但是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性非常小。
更多的可能是类似于地球深海中的生物。所以类似发现有水的踪迹其实就是在木卫2这里的冰层。但是我们从地球上看木卫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其实是木卫3和木卫4。天文摄影爱好者们借助望远镜很容易就能够拍到，因为木卫3的直径是月球的约 1.5 倍，比水星的还要大很多很多。但是呢，木卫4又小一点点，也和水星差不多大了。而木卫4的表面到处都布满了陨石撞击坑，其轨道在4颗伽利略卫星中距离木星最远。木卫4主要由硅酸盐、岩石和水组成。更加让我们感兴趣的是，伽利略号探测器发现木卫4表面以下大约100公里处可能有液态海洋的存在，主要以盐水的方式存在，其厚度可能达到约250千米。有水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存在，但是呢，比起木卫2，这里环境更加恶劣，所以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比木卫2要低。伽利略卫星环绕木星的运动一直受到天文学家们的关注。目前除了太空探测仪之外，人类还没有亲自到达过木星。不过在未来的人类科技发达了，也许就可以乘坐太空飞船飞到木星的那些卫星上旅游，近距离的欣赏一下木星。那么如果有机会，你想乘坐太空飞船到木星的卫星上去旅游吗？欢迎大家评论区参与讨论，我们一起该带些什么装备一起遨游太空呢？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我哟，将视频强烈推荐给身边相同的爱好者。如果我有说的什么不对的地方，请大家在评论区下方多多指正。我是星河，你睡一觉，我们下期见。